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坐在这儿呢，有点犯迷糊，就是有点想睡觉的感觉哈。对，因为我每天感觉都不一样。觉得你呢？你们俩有没有这种感觉？没有，我还挺精神的。也挺精神的哈。我可能喝咖啡太多了，喝咖啡多了就是犯迷糊哈。当然也有另外一个犯迷糊的一个原因哈。我觉得，像今天咱们讲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佛力哈。对。不可思议的佛力。是的。其实我觉得这种感觉，我这个晕乎的感觉是有一种幸福感。哦。其实我都是讲的很多别人的故事，其实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人。对。很多次。在青藏高原。有多少次骑着马，坐着车，车翻了，马摔了，马摔死了，车掉沟里了，我没事啊。对，当然我没在那个掉在沟里的车上头啊。对，你比如说那个司机哈，发飙的时候又喝点酒，是又是藏族，脾气又大，完了之后他一高兴和一生气都拼命踩油门。对，那路又不好。对，我就是说。光那些时间里头，我无数次和死神擦肩而过。对，还是师父非常的幸运呐。还好几次就有子弹在我旁边打过去，就没有事。对，我记得师父还有一次讲到说，那个吊灯一下掉下来，就差一点点。我觉得可能1/10秒吧。哎呦，你看，对，多惊险啊！当时就在广东嘛，这一个屋子里头，我们去开会，我拿了个东西一回头，啪一个吊灯就砸下来。那个吊灯一般想吊灯能有多重呢？很重。那个吊灯上的吊的都是水晶球。对，很重很重。吊水晶球的那都是钉子，钢钉。这个是砸在头上，砸在肩上，至少都是受重伤。对。没事。是。我还好几次那时候自己开着车睡着了太辛苦了。就是那种半梦半醒的睡觉下半夜3点钟，像有一次到了山东青岛地界的时候，我就是半梦半醒之间开这个车，总感觉前面就咣当一声听到，就这时候他清醒过来，发现前面亮着很亮的灯，我立刻就刹车。是什么呢？结果下了车下去一看，就是这个马路哈。挖了个几米深、10米深、10米方的一个大坑，哇！那也不急刹车，我觉得我可能离那个坑就是2-3米。哇，它也没有什么路障啊，就有个大灯照着，这个开车过了对面。那个时候在中国国内呢，还有很多这些工程对马路相关的工程上，这些提示牌警示灯是不太够的。没有。我相信现在肯定有很大的变化对。后来到了国外一看尤其是加拿大、美国，那个提示牌太详细了。是的。而那个提示灯使劲闪光。对。在国内还经常是这样的，不太明确。是的。你就人和车就掉到大坑里去。太危险了。真下一身冷汗了，哎呀妈呀！真的。对，再说一次。那我在一次高速公路上去北京去石家庄的高速公路上，我很少我要开车的时候过来一个弟子同修说：“师傅，我知道今天很疲劳，你帮了很多人，对不对？今天你累了，我开。”那是个师兄50来岁。我说：“你开过车吗？我不记得你开过车呀。”他说：“我在农村开过拖拉机。”哎呦，你开拖拉机那能一样吗？我呢有时候也挺照顾别人的面子。是。他呢怕我太累辛苦，他就勉强，反正开个拖拉机，这个人是倒挺稳的人，但是开的是高速公路，那个高速公路也是为了省钱呐，说是高速，也就要半土路半高速吧，就是这样，结果也是该出点事儿到了那一刻，我一上了那个车，那个困的就眼睛就睁不开了，我也没有管，没关系他都说了，也是好心，就开吧。结果呢，等我醒来的那一刻呢，是这个车要腾飞的那一刹那，
啊，我就用力飞起来了。对，拉刹车是一个手刹的闸，哇，这个车还是腾空落上去，落上去的结果呢是一堆土。好在是一堆土啊！对，等我打开车门说：“哎，怎么离地面这么高呀？这个车停的地方，这堆土好像在半空中呢，哈！”我的天！仔细看，哦，有至少2-3米高的那个路面。哦，怎么咋这么高呢？对呀。哎，就赶快下车下来看了看之后说，原来是为了修高速公路呢，原来的那个道路哈，那个桥啊很窄。现在要做所谓的高速公路呢，就多修了一个桥挨着它，但是中间这个原来这桥的这个扶手嘛，对，就把它变成中间的隔栏。哦，哎，但是呢，那个路的很奇怪，就是到了这儿，就开车的人看不到前面会有这样的桥，这样的障碍物，是有个坡儿是吧？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凹陷的东西冲过来，等冲过来刹车就晚了。哎呦，可能前面那里撞死很多人，所以呢，警察就派人拿了很多土啊，就垫在那个桥栏上头。哦，我们就落在那个桥栏上头那个土堆上头。好在有个土堆哦。好玩吧哈？这好玩吗？这不好玩啊，师傅，这听着吓人呐。但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受任何伤。对，就是有惊无险。没啥嘛，就是落在土堆上也没有，车也没有坏，人也没受伤，就是。那么刚刚好落上去也不容易啊。对。就是有惊无险嘛。对。哎呀，逢凶化吉了。对，但是要腾空飞的那些过程，我历历在目。哎呦，就是这样，真是。提前早一刻都清醒不了。哦。好玩哈。哎呦，真是！哎，对，无数次的经历那种灾难，哎，多了，这只是讲了一点儿哈，所以我觉得自己还挺幸运的。对，幸运啊，也是对师父的有这个大使命在，也是佛力的加持。对，对。所以有很多这种事儿，那时候我还想过，我未来去解放日本啊。结果，哎，去年我们去解放去了啊！我们去了趟日本啊，满地这个自然景色真的优美啊，都不用我解放了，还治理的挺好的啊！哎呀，真是不错呀哈！那个社会井井有条啊，那个马路特别干净啊，那些小吃哈琳琅满目，做的是多么可口的都有。是。你也想拒绝是不可能的。比如我在那儿发现了那种啊。他小时候最喜欢吃的什么豆豉啊、馒头那个蘸酱的那种东西，对，就特别自然，很好吃。是。香可肯定有一款你爱吃的哈，是什么呢？是那个方便面。是。还有各种面条，琳琅满目的方便面。对，哎，就是在那个超市里头呀，哎，我就选方便面的。这我们工作挺忙的，到了日本也工作啊。哎，那万一半路饿了呢？我们一起的工作成员饿了呢，说不管那些，买些方便面，但是我要选里面最好吃的，我就感觉，哎，就为了保证感觉成功，所以选了8种方便面，就其中有一个，哎呀，那就贼好吃啊！是，我相信为啥叫贼好吃呢？贼吃了那个方便面以后就改行了，不做贼了，就光吃了，就太好吃了，就是真是好吃啊！是，后来我也吃到了，你也吃到了哈？对，师父留给我们的嘛，对，对，你还到台湾，我们每一次去台湾之后。最重要的向往的做一件事儿是夜市，对，在台湾每一个城市一定要找夜市去逛。是的。哎呀，这个真是好吃哈，琳琅满目，心满意足啊！所以大家去台湾去旅游哈，就是台湾夜市。对，哎呀，真是满足你所有的感受，是大饱口福。对，而且东西不贵，不贵，而且还不骗人，经济实惠。对，还挺卫生的。是的，日本也是不贵，经济实惠的。哎，日本真的和加拿大比哈，我觉得在街边小吃啊那些商店里的东西哈，我说多数的东西。因为我也没看了全部的东西，像高贵的东西我们都不看嘛，对，就是生活类的菜，对，生活类的呢，我觉得比加拿大的话，可能就是1/3，要便宜啊，1/3的价钱，对，
就是那真叫做物美价廉，是非常好，而且人服务也很好。对，对，是的，而且那里还特别倡导骑自行车，是，而且骑的自行车都是我们80、90年代的老款的车，对，但是它多先进的都有，是对，我们说保存最多古迹的哈，有一个城市叫做京都，记住这个名字哈，京都绝对不是东京哈，因为我们在读这个京字，在日本上有好几个城市带个京字哈，就容易弄混了啊，其实就是京都市，要坐他那个火车有两个多小时，离东京的话，对，差不多，坐那个高速的话，对，曾经很多年前，他那里曾经在古代做过首都，是的，所以那里有很多古庙古迹，对啊，特别好哈，是，所以说到这个幸运呢，我们走了很多地方，遇到很多看似麻烦的事情，都是顺利而过，逢凶化吉，真的。太多了，以后会慢慢的给大家捯饬哈。太多了，对，以后慢慢讲。对，就是觉得，其实因为我也不买彩票嘛，我相信我买彩票也轮不到我啊，不是那种幸运者，我是一个平凡的幸运者，对，所以，把这种幸运呢，也是希望带给所有的朋友哈。是。对，你呢，只要经常听我们直播，你可能就会变成那个最幸运的人。一定会的。这是一种互相感染的。是的，是的，真的是。对。所以我走到各地闹的这种笑话，还有自己的想法，现在回头一看，值得写好几本书。真的也是不可思议。这不可思议的。只能用这个来形容。真的是。是。真的是。对。我会慢慢的给大家讲哈，就是才知道说自己怎么那么幸运啊。那这个幸运之中，我们如果没有信仰的话，就会觉得这是巧合。对。但是所有的好处都落到你一个人身上去，这就不是巧合。对。如果从科学的态度来研究问题的时候，这一切巧合都不是巧合。对。对不对？是。都会有它的一种必然性在里头。没错的。对不对？对。萝卜为什么变咸呢？腌了，对，回答正确，放了盐，加了水，腌了啊，对，所以一定有它的必然性，才变成咸萝卜。对，所有的事情的发生有它的必然性。是的，对，所以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哈，因为到了这个佛祖圣诞的日期到了，浴佛季节，这是一个特别吉祥的季节。是的，对，我们刚祭完祖啊，在这个我们的美好的人生之中呢，就正好遇到了佛祖圣诞的日子，就是所谓每一年中国人讲的阴历初八。阴历4月初8。阴历4月初8，少说了个4月哈。4月初8，也正是这个春暖花开的时候。是的。哎呀，是人生都欢喜的时候。对。佛祖呢，这个来到了，对，来到了这个世间。来造福我们这些大众啊，2000多年了，2600年前，对，造福大众2600年了，对，多好啊，多少人受益啊，真的数不过来了。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借这个吉祥的日子哈，会给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不可思议的，这是佛力的加持哈，看看多幸运。我们查到了无数的故事，是这里头任摘几个故事，来给大家分享。我相信你听到之后呢，你也有所感应。你说，其实我也很幸运呐，对不对？那你把你的幸运的故事呢，将来也分享给我们，给我们一起分享。我觉得值得来给大众进行分享的话呢，就能利益众生哈。是的，就你顺便用你的故事就利益众生了。对这样呢，我呢还会送你一个感觉还不错的一个礼物，好吧？哇，多好！一举多得呢。是，觉得咱们先来第一个故事吧。好的，好的。刚才师父有讲到这个幸运哈，其实并不一定是一夜暴富，而是一个求平安吉祥哈。那我今天带来的这个故事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哈，2004年的时候，就是21年前呀，东南亚那一场大海啸。它的那个中心发生在印尼，
海底的大地震引发的海啸哈。当时那一场大海啸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印尼的话都失去了23万人的生命啊。然后因为它是在这个印度洋中嘛，它就这个海啸一发生就波及了整个这个印度洋周围的那些国家，比如说像泰国呀、像印度啊、斯里兰卡呀很多的地方都受到了损失，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是。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泰国的。大家都知道哈，就泰国有很多那个岛屿是度假胜地，比如说我们很多知名的知道的叫普吉岛啊、皮皮岛啊哈，还有一个兰达岛哈。那当时因为他们都是面海嘛，所以正好受到这个海啸的海浪的冲击，所以当时是非常遭到重创的。那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泰国兰达岛上。兰达岛呢，它拥有宁静的海滩、丰富的自然景观，非常的美。那沿着海岸呢，就建了很多的度假村。那一天发生海啸的那一天是12月26号，25号是西方的圣诞节，26号那天呢又赶到是周日，所以其实那天在海边很多人、很多游客外国游客还有泰国本地的游客都在那边。发生那个时间就上午将近10点钟的时候正是大家在那个水边晒太阳散步下水玩就是在这个时候，就突然间那个海水就像被吸走一样，就快速的退潮，唰一下就没了，然后一大片那个海底陆地就露出来然后游客还很好奇呢，就赶紧追着海浪，就看哟这么多贝壳这么多什么小鱼小虾什么的，就在那玩拍照呢。然后这个时候又看到远处的海水就变成深褐色，四处都是小波浪，向各个方向涌动，看起来就像整个海洋正在沸腾一样但是大家也不懂没有这种经验呢还在那玩呢。不一会儿，第一波这个大海浪冲过来了，高1米高1米还 OK， 大家觉得这只是一个大浪而已这个1米的大浪冲到海边，冲到岸边然后游人呢还在那儿还是都没还在照相的呀，什么拍照的都在那儿，不知道这个是海啸的一个警示。紧接着第二波更强的海浪来了，这个就达到了2-3米，就把那个度假村那个海滩上那些你看那个晒太阳的椅子有的时候它那个大伞底下都用大石头压着，把那大石头全都给冲到海里去了。这回人们才开始担心，哇，怎么这么大的浪这还没等到跑呢，结果第3波巨浪就来了，就5米高的巨浪一下就冲过来了。5米高的巨浪就已经将近2层楼这么高了，那它就冲到海边，然后那个度假村一般的话离那个海岸线就是10几米远，一个大浪卷过来，把那个有一些什么度假村还有酒吧呀，还有那个按摩屋歘一下都卷到天上去了，然后落下来的时候那就成了一片废墟。哇，就这么的严重所以当时就是很多建筑物被毁，然后呢也是很多人在受伤甚至于死亡你看这个留下来的那个景象是非常的可怕的但是这个只是在泰国了，那印尼就更悲惨了好，但是这一天呢，这个兰达岛上有一个度假村呢，就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度假村呢叫苏阿里纳海滩度假村，它也是紧挨着那个海岸线的，就离海水只有10几米远就它那个就是这个度假村呢，就是最靠前边的呢是它的主体的这个建筑呢是一个餐厅1层楼就是餐厅嘛是这样。本来就是海浪如果冲进来的话，就先是冲进这个餐厅，餐厅应该是先受损失的那一个建筑了就很神奇，这个海浪歘那么高的海浪冲过来，冲到那个餐厅的那个门口的台阶那一块就停了呢，然后那个海浪就往回翻卷，我们看到那个浪不是会这种翻卷吗？它就往回翻卷，没有往前冲嘛，往回翻卷之后也不知道什么力量给兵分2路，把那个海浪分到2边去，
就他就分开了，对，分开了，就让过了他的这个餐厅呢，冲往左右两边。他那个度假村左右两边就是他的地界的围墙呀，哈，把20米长的围墙都给冲垮了，就把他邻居的那个什么酒吧啦，还有什么按摩屋啊，哇，都给冲到海里给卷走了。可是这个餐厅呢，啥事儿没有，就进来点水。它餐厅里边不是摆了很多餐桌嘛？餐桌上我们一般都放着什么纸巾呐、牙签瓶啊、什么调料罐这些的哈，啥都动都没动，任何冲击都没有。没遇到过灾难。对，就好像没来过一样的。然后那个不是刚过完圣诞节嘛？它餐厅里边还有装饰的圣诞树，圣诞树上还有挂着那些装饰物嘛哈，那个都没有被冲掉啊、摇掉，啥事儿没有，还在那儿安然在那儿站着呢。啊，哇，真的是。然后那个他这个度假村里住的所有的客人全部安全撤离，没有一个人伤亡。啊，哇，所以就对比其他的那些度假村或者是酒吧呀，或者是什么那种严重的损失来说，这一家就幸免于难。他太幸运了，太幸运了，对。所以这个也是大家也引起关注，就很想知道说他们家为什么能够幸免于难呢？他们家的主人是谁呀？啊，好了，来我们给大家慢慢来揭晓。一定事出有因啊！对，啊，对。那这一家度假村，它的主人呢叫甘暖女士啊，是她呢是跟她和她的兄弟姐妹哈，就一个家族一块儿经营这个度假村啊。那这一家人呢是非常的乐善好施啊，而且是有着非常浓厚的这个佛教的信仰啊。他们是经常就是对人也是很好啊，比如说客人入住啊，他们对客人都是像家人般的照顾啊，有求必应，非常的温暖。而且他对他的员工呢也很好，比如说员工万一说家里有人生病啊，他们都会去送医送药啊，哈，给他垫付医药费呀。如果哪个员工家里生宝宝，也都会送礼物啊，送婴儿用品这一些，就非常好心的这样的一个家族，那他们在经营上也是这样哈，对客户、对住店的人都非常的温暖之外呢，餐厅的质量也特别的好，每天都用新鲜的食材。就是今天用的这个食材到晚上没有用完的话，第二天都不会再给客人再用了然后他就会捐给旁边那些村落里需要的人、穷人，是这样子的乐善好施。而且他们是信佛，每一个周日呢，就一家人都要到佛寺去带着自己煮好的早餐呢，去恭敬的去供僧。供斋供餐是这样的，然后呢就留下来在寺庙里边就做功德呀，就是这样，每个周日都要这样去。他们是很欢喜去做供僧这些功德的是很这样的一家人，虔诚的佛教徒。对，是的，这真好。对。然后我们不是说就大海啸这一天2004年12月26号是个星期日正好呢，就上午呢，他们就去这个寺庙里边去供餐去了。而且那一天，因为刚刚过了圣诞节，又即将迎来新年嘛，人家呢就在那个庙里边又做了一份大供养就是资助国际上的来的这些僧众来到这边来清修的给人家做了一份大供养支持这些修行人是这样的。他们正在那儿双手供养，等着就是接受这个佛菩萨的祝福的时候，哎呀，赶紧那个亲戚就电话就响起来，手机就响起来了，说不得了了，你们赶紧看新闻吧，我们整个那些那个海边的度假村呐，海啸来了，那个海浪都冲到那个门口了很多人都遭灾了。哇，他们一听也是很惊恐赶紧就打开电视一看，那新闻里边正在报道这个受灾的情况。看到哇，很多都是房倒屋塌都甚至于横尸遍野了。哇，他们也是很担心，赶紧匆匆赶回到自己的度假村，然后看到啥事儿都没有，只是院子里边冲进来了水然后呢又赶紧去问这所有的客人所有的人都安全撤退没有一个人伤亡。哇，他们的心就是非常的安定，非常的开心呐。那这一家人，这个老板一家人就又一次非常虔诚的，就是祷告，真是说我们能够幸免于难真是感恩不可思议的佛力加持也是我们做功德非常非常感恩佛菩萨。
就这样一个故事，不可思议啊！对，你想他是第一排啊，对，海边第一排，对，你说这个当时大海浪啊，就到了他的跟前之后，就往两边避开，先停，然后再兵分两路，哎，对呀，避开分开叉了，对，就好像有智能一样的，哎，这是奇怪吗？难道这个海浪还有灵魂吗？还认人吗？这东西没法解释。哎，你看就是不可思议了。对对对，是，这只能说这就是佛力加持啊。对，你看他们应该说还是有富有的哈。对，一个是对员工好。是的。对这个客人好。对，而且每个礼拜哈，还都去供僧。每个礼拜日都去。还供养村民。是的，比如说今天的肉啊菜呀，不过夜就送出去了。是的啊，因为他希望他给这个客人呢，给最新鲜的这个食物。对，那么今天呢，剩下的呢，其实是可以吃的。可以吃。对呀，你像我在家里放那些冰箱里那个菜的话，我吃的时候一般都超过6天了。对，这已经我买就不太新鲜了，再放5、6天，普通冰箱。是吧？在我吃的时候，其实好几种味道混合在一起，味道浓郁了。你看人家那个，是吧？这个隔天就不卖了，所以晚上就送给了其他村民。对，哎，这真是好，真的非常的好。所以你看这个事儿就是没法解释了，只能是不可思议的佛力护佑。确实是他们的功德，然后让他们躲过这一劫。对。当时那个灾难我们印象很深，很深。师父当时还捐款呀。是啊，因为当时很多外国人手里都有摄像机啊，就是小号的，那个不是手机摄像，是小号摄像机，是这样的。那所以我们其实当时就看了很多人家用那个小号摄影机拍的那些录像，当时都很惨。对，在那个网上电视台上播放了很多。对，房倒屋塌，一片狼藉，很多房子都冲垮掉了，很多人都没命了，对，还没命了，对，非常悲惨的。这个大自然这个一发飙啊，那人类太渺小了，那确实是无可抵抗。对，你看现在这个大地震又多哈，对呀，那个大地震很多那个建房质量不好的，就很容易被测验出来了哈。对呀，对，那个死一条人命来说。太容易了，真的。对，那个墙也倒下来，人的头怎么扛得了？是。像5米、10米的大海浪，对，别说人体了哈，就是大楼都给冲塌了。对，所以的话，人家这一家积德行善，那个大水到那儿就能停下来，对，拐弯还能分开，这个确实是。如果不是有这么多的证据佐证这件事是真的哈，一般都说你这个编故事真会编啊，但确实是厉害。就是他们家自己编也编不出来呀，编不出来，编不出来。也是发生了，是他们自己也很惊讶呀。对，那么多人那么多事儿，咱们为啥讲他呢？他真是不可思议。是的。太神奇了哈。对。所以如果每个人如果你遇到灾难有这种佛力加持护佑的话，那多好，就遇难成祥了呀。真的。哎呀，真好。对，师父说到这儿，我们不一定说，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这样的护佑，但是我们跟师父学习过的这些菩提同修们、这些网友们确实很多很多得到护佑的啊。对。是我们在准备的故事当中有每一次都收到很多就是撞了车毁人不亡的事儿，对不对？对，太多了。再接下来香可讲一个呗。好，我们刚好就是也是有一位马来西亚的网友，也是想给师父分享他遇难成祥的故事他叫慧芳，今年70岁，来自马来西亚。说2020年的时候呢，他刚开始到马来西亚甲东禅堂去上我们的健身班，也开始了解到在菩提供灯非常的灵验，可以得到佛菩萨的护佑，消除业障，积功累德。从那以后呢，每年都会为全家人点灯，因为坚信佛菩萨和金菩提宗师一定会护佑我们。然后他写说，我也经常到禅堂做义工，为大家做各种美食。虽然每次忙得汗流满面，但是心里非常的开心。那这位师姐呢，她还有个儿子，这个儿子经常开车嘛，
他就把师父的一个吉祥卡，就是送给儿子，要带在身边，就是护佑他时刻都吉祥平安。那到去年就是2024年3月25号的时候呢，有一天他突然间觉得就是心里心慌难受，就是莫名的感觉，好像有什么事呢，但又不知道应该会发生什么事。他当时有这个心慌的感觉呢，马上就给禅堂打电话，然后告诉他们说要供灯，祈请净菩提宗师的护佑。那点灯之后呢，立马师姐心就平静了很多。没想到啊，晚上的时候呢，师姐就接到儿媳妇的电话，说她儿子遇到很严重的车祸，住院了，但是还好儿子没有什么大碍。师姐就非常紧张嘛，她赶紧问怎么回事啊？就那儿媳妇就跟他说了那个经过哈，原来那一天中午的时候，他儿子在高速公路上开车，那前方呢，他开着一辆货车，就是前方他有一辆货车呢，突然停下来，那就是因为停下来，儿子也紧急刹车停住了。但是呢，这个儿子后边还有另外一辆载满货物的货车，那因为这个载满货物的货车，他也想刹车，但停不住，那个司机马上就打了方向盘想避开嘛，但是还是猛地撞上儿子的车，那就是儿子的车呢就被撞向了前面的那个撞飞出去，撞向前面的大货车，所以就是这样来回弹啊，在这个瞬间呢，儿子整个人就被撞晕了。就是他那个车哈，夹在2个大货车的中间。对对。哦，就是前后都撞他。是。哎呦。是，所以就是撞的其实非常严重了。我们一会儿有他那个车祸的图片可以给大家看。对，这2个是大货车嘛，中间那个就是你看这个车整个都被撞扁了。撞废了。对，撞废了，然后什么玻璃啊，怎么样都整个都已经出来了。对，这个车是马来西亚生产的。是。所以当时非常非常严重的车祸嘛，然后救护人员都赶来哈，看到儿子这个车已经被撞得面目全非，然后又看到儿子在那边纹丝不动的，以为就是凶多吉少了啦，以为儿子那个可能就没命了，但是没想到呢，大喊几声呢，他儿子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了。就非常非常的幸运，那个救护人员都不敢相信，那么严重的车祸，竟然那个司机呢还活着呢，然后马上就送往医院嘛，然后开始做了全面的检查，发现这个儿子呢只是左手臂和右腿骨裂了，其他部位毫发无伤，连医生都说这是个奇迹啊。他看了那么多案例哈，这么严重的车祸，居然他这样子呢，就是已经算是非常轻的伤了。那这位妈妈看到这就儿子的车的照片的时候，整个都急哭了。她就是觉得哇，这真的发生那么严重的车祸然后心想难怪那一天早上呢，就觉得心非常的难受还好当时候一有这样的感觉，她就马上给禅堂打电话，然后马上就供上了灯让儿子能够得到这份佛菩萨吉祥的护佑然后平时也有经常点灯，还有带家人去禅堂做义工儿子身上也有师父的吉祥卡，所以他师姐非常坚信是师父和佛菩萨的护佑，让儿子能够就从死神手里捡回一条生命真是。然后日后呢，就是之后师姐也马上就回到禅堂那边供应了一盏灯，来就是还愿，来感恩师父，就是让儿子在那么严重的车祸中还能遇难成祥。非常感恩师父。这个确实是遇难成祥，你看那个车都扭曲成那个样子了对，一般的就会对这个司机就没有命了。是哇，这个你瞧瞧这个车都成啥样了？它是前后两边撞的，这辆个小车又不是那种德国特别结实的车这前后的大货车这个夹击对，它就跟一个小乒乓球一样的，对，哪儿受得了啊？对，你看这种小车呢，像张纸一样。对，对，2个大车中间就像纸糊的。对，这个真保条命是。那太幸运了，太幸运了，对，所以当时急救的人来一看，就都以为他没命了结果咱们说，再说回这个妈妈预感，
没错，他当天早上就不舒服，他就把这就叫母子连心呐。没错，哎，他生的，他养的，遇到灾难来的时候就提前有了反应。是的。其实呢，你看他在咱禅堂修行啊，这个妈妈哈，对，哎，那这个很容易得到佛菩萨给他的提醒。对对，经过修行之后，这种预感哈也会更强烈。对，然后他也就是佛菩萨的提示也接收得到。对，赶快点灯啊！是，马上点灯。对，他反应也是很对。对，所以儿子虽然发生了那么严重的车祸，他还是就是算是轻伤了，就已经捡回一条命了，真的是。对，咱们分析一个事儿哈，咱们只是分析一种案件哈，来推理的话哈，就是如果妈妈没修行没点灯的。对，也许这个故事就没法讲了。是，也许就是一个很悲惨的。那他就是现场就会发生新闻报道了就是在哪个路段发生了一起车祸都不是什么大新闻了。对对对，就当做一个交通事故说了一下，对，是不是啊？就是通常可能就车毁人亡。对，那这个妈妈剩下的只有去哭了。对，那小车也不结实。对。但是不管多结实个小车哈，遇上两个大货车，你只能变成这像一个纸糊的车一样啊。是。哎呀。所以我们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尽量避让这种大货车。对。对。但是呢，就是说开车的时候，除了这个这个人力能够去做的事情之外，还有一定要接收佛菩萨的护佑。就是我们车里边要有这个车挂菩提车挂。还要放我们这个经书，对，然后开车的人也是身上一定要带有护佑的，有个吉祥宝物嘛，是吉祥宝物就好说。对，因为很多时候像这种车祸啊，也很难避免，有时候你遇到就遇到，但是就是我们身上有这个吉祥宝物，能帮我至少就是捡回一条命吧。师父，刚才您也说，就其实没有真正的幸运其实都是必然一切发生的重大问题都有它的必然性。那咱们就说这个年轻人，这个儿子，他发生这场车祸，其实也是冥冥中的一种必然，是吗？我会这么认为的。对，然后在研究人了研究这个相学对，研究他的命相命理等等时候，有时候说大约这个1-2年以内，像我看的还不是那么精准嘛但就预知感觉1-2年以内可能有一些灾祸，那通常都会发生。是。但是呢，有的人就是说，师傅算的准确性，他和我之前遇上某位算命先生算的，就是说，比如他这个孩子到多大岁数遇上灾难，就可能就没了，那，但是在我们这儿呢，尤其是妈妈来修行对，还有的时候很多妈妈很爱孩子随身带着孩子照片，有的打开手机，对，来找师傅加持一下。是的，妈妈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爱心行为也许我们就把佛光传过去。是这样，幸运就来了。对，所以其实其实就让他原本应该发生的那个必然，就改了，或者小了，就遇难成祥了，对，是的，对，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一点我再想起来尤其是提醒这今年4个属性是犯太岁的属性。对，所以说，属鼠、属虎、属猴、属猪。这几个属相想可再说一遍。属鼠、猴、属不是属蛇，蛇、猴、属虎和属猪。对，你要确认你们乱说对。所以这几个属相呢，从这个流年运气来说那今年的时候容易遇到这种冲犯的能量。对。那这个冲犯的能量能不能躲得过去有些人说我啥都不在乎，你看我的，尤其是一些男生你看我经常去健身房，我们练得满身肌肉。小可你想想你这一个男生又年轻，比如说25岁满身肌肉，
像遇到刚才那个撞车，能扛得住吗？也不一定，真的很难、啊。满身肌肉，你能跟那个大货车能抗衡吗？对，你就是那个浴场就是钢铁做的，你的钢的型号不如人家，都给你撞瘪了。就是你满身的人的肉体没用的，啊，这是命运，这和那个那么高的速度和钢铁的汽车去碰撞，没有人能幸免于难。所以这个说年轻气盛不相信这件事，这只是学识的问题。就是我们用人体的能量和知识去抗衡天体的能量，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4个属相的话，会在今年会有这样的一个冲犯的一个现象。所以呢，有这4个属相的蛇、猴、虎、猪这几个都要小心。是的。对。对，那当然我没法再给大家说深的了。你像人在这个面相学之中他不同的年龄会走到不同的位置。那比如说眉毛到眼睛，眉毛你看两头的眉毛到眼睛的内外角，这些差不多是31到36了。这个就是眼睛附近区域有了发乌，或者是肿起来一个包或者磕破了有点破相，颜色变得怪异，都可能是灾难，就在这个年龄的话即将到来。我只是举例你正好是这个年龄，比如说你现在35岁比如说你在眉毛这个眉心中间所谓印堂这里起个包，你还用手抠破了，一看就有个影子在那里，这个时候说不定撞车，说不定半路昏死，就是这样反正就是不好的事情要发生。对，就在那一年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或者是失恋，或者是失业，要么就赔钱，要么就撞车，都可能会发生倒霉的事情。对，所以这些都要小心我提示的你就要注意了那么到今年呢，尤其是菩提宝物能帮你呢消除排解一些这种今年的灾难呢。对，带的宝物的颜色觉得蓝绿白。蓝绿白红，蓝绿白是最冲，是的，加一个红呢是避血光之灾。对对对，有时候蓝的配一个红的，白的或者配一个红的都可以，这样子搭着也是最好的。是的，对对对，就希望一个是避开流年大运中的冲撞，第二个呢，能够得到佛菩萨和诸神灵的护佑，对，让你遇难成祥。为什么叫遇难成祥，而不是说不要出现灾难？就是灾难这件事还会发生，但是对你的冲撞就会变小。对，这就已经很好了。是的，它就是命运中的安排对，比如说是来收你的命的，或者把你创成残疾的，但是经过佛的佛光普照呢，他就把这个大事化小了。对，但是事件会发生，让你知道一下这件事儿对。我说的让你知道一下，说的轻松，也就是你命中该有这一劫难。但是呢，是有惊无险而已。是的。大事化小了而已，就是这样。这分你自己或者你父母给你做了多少功德。对。对，就是这样所以刚才咱们讲的这位宝宝的话，那妈妈如果没有这个感应，没为他点灯，我们就不知道结局是什么样的。只能在新闻中看到他了。是妈妈就光剩流眼泪了。那有可能，真的。所以这个事儿别不信这个每个人都涉及到流年运每个人都涉及到你有一种年龄的时候，可能的灾难聚集到来了。对。你相信吗？说有那么一年说干啥啥不顺。有遇到吧有。但是也有那么2年的干啥啥顺。也有。是吧？就是干啥的时候都觉得顺风顺水。对对对。对。就是买个可乐都能抽到奖是。对不对？有时候可乐还经常印一些奖嘛对呀，一撕开瓶盖嘛。里头有个奖励，对不对？对。但是你也不走运呢。你口袋里的钱都叫人给骗跑了，还有时候不知道怎么的钱就没了。哎呀，师傅，我给你读一个我们这个网友发过来的，真是有意思。这个竹子竹子师姐，
他说，2017年的时候，他出国旅游，在那个巴士上遭遇小偷，手提包呢被割了6、7刀，他里边放了5000多块钱，还有护照，他都吓坏了，因为担心这个财物被盗嘛。结果没想到仔细一查看呢，钱跟护照都在那儿，完好无损。原来是他这个手提包里边呢放了一个师傅的吉祥卡，刚好挡住了那个破洞。哦，所以小偷就没拿走，就感恩师傅这个慈悲护佑，让他度过这个危机呀、你说说？啊，这网友留言哈。对呀、多好啊！真是恭喜恭喜哈！真是还有一个这个网友叫红，他也说，他说几年前去柬埔寨旅游，晚上嘛又天又黑了，他选了一辆最漂亮的嘟嘟车就坐着车到他们的目的地，结果呢走到一半儿。那个司机呢，把他们带到了一条漆黑的小巷，里边一片黑呀，他跟他老伴儿都吓慌了。然后呢，他俩就开始念佛，呼唤师傅的名字，说：“师傅救救我们，师傅救救我们！”然后呢，他就通过这种呼唤呢，想让这个司机回到光明的地方。结果这个司机还真的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光明的地方，又给他们安全的送到了目的地。后来他想一想，才意识到。他们当时很可能就会被骗子给卖走了，就被卖了。他就说下回千万别选最漂亮的嘟嘟车。他说其实最主要的，你得带着师傅吉祥卡，带着吉祥护佑，平时多念佛，多做功德。是。哎呦。这里我呢多个嘴提醒一下哈。这个不是政治问题，就是我们看到网上的新闻了哈。说大家呢，不管你人在哪个国家，我觉得还尽量目前哈。像缅甸呢，还有柬埔寨这个旅游啊，我觉得你还需要严重的考虑一下哈。总是看到，甚至到泰国北部也被绑架了的。是的。就你下了飞机，到飞机场打个车，去自己预定的旅馆，对，结果把你拉跑了，拉到缅甸去了，而且还把台湾一个男明星给拉跑了。是的，对不对？是。好不容易跑出来啊。对。好不容易啊。好在他还知名，好在他女朋友比较聪明，对，马上报警。对。所以的话，就是这个骗局太多了，所以这个容易出现这个危险的地区哈，大家尽量先别去那旅游，好吧？你在家里稳稳当当多好啊，干嘛非那么去跑那个危险地方旅游啊？对不对？你这个我觉得输一点钱没有事哈，你有很多时候命都没了啊，根本把控制在那回不了家，尤其是些年轻人哈，特别危险。人家打着给你找个好工作，对，我看网上说本来说把你们去弄到新加坡去工作，结果半路说到泰国转飞机，结果给你拉到什么别的地儿去了，嘎腰子村哈，没错就把人给囚禁起来，对，给你护照也骗走了，你根本就报警都无门。对，这柬埔寨那个，我觉得别去了，还是我觉得。宁可在自己本城市的公园转一圈就算了，也比在柬埔寨转好，至少没那么大危险哈。真是。所以我们这网友呢是得到护佑，但是你下次也真得到护佑，别去危险地方。真是。所以你不要说我跳到河里，看师傅能不能保佑我，看我能不能活着回来。别这样，别做危险事件。对，师傅，我再分享一个，这个网友也是有意思，这个玉霞，他说佛力加持真是不可思议。他说去年呢清明节前，我开车出去办事儿，车上就放着师傅讲解的《地藏经》的那本书哈。然后我们那个车啊，前轮其实已经有问题了，但是呢我不知道。结果呢就在一个往右拐弯的这个地方呢，我看见一个老大爷骑着3轮车过马路就很慢。然后这个玉霞她就很好心嘛，她就说我先想就让他先慢慢过去吧，她就踩刹车就在那儿等老大爷那个过去。就在这个时候呢，车子就停下来了，车子也熄火了。然后他就听见旁边有人说：“哎呀，这个人的车轱辘掉了。”然后人都指着他的车，然后他赶紧下车一看，天哪，前面2个车轱辘都掉了，歪歪扭扭的在车下面。然后过路人就说：“哎呀，你真幸运呐，幸好是在这个车速很慢的情况下，要是在高速的情况下，那简直你这个车不就后果不可设想呀哈。”
对那肯定就车毁人亡啊。是所以他想着都后怕。他说：“哎呀，我可真是幸运。”后来想一想，因为我车上有师傅的经书，还是师傅保佑了我。是对，当然也是他好心哈，他就停下来了，让老大爷慢慢先过去。这个很幸运的。对，你说咱们这网友多好哈，多幸运呢。哎呦，这不听不知道，一听，哎呦，这都编不出来都。对，得到忽悠的多了哈。哎，我现在再增加一个，我们过去在中国的时候啊。在1995年还是90几年，当时曾经出过，当时登过报，就是有一个劫银行运钞车番禺大劫案。对。里头呢，其中有一个保安哈，就是押运那个车的保安，是一个菩提同修的儿子，对，是一个带枪的保安。结果呢，劫匪哈，他们那个枪的武装力量哈，远远胜过保安的那几个土枪。有些保安虽然押运车里头都没有子弹，有的就1发子弹打1发就没了，就是他这是吓唬普通人的，就是真遇上荷枪实弹的抢匪，他们干不过，哎，所以把他们打得乱七八糟的时候，其实在打他的时候，其实这个他没有想到啊，在提前几天，他妈这个他装了一张我的照片，说儿子你干这个危险职业。说没有事儿的时候，你觉得像个白吃饭的，我每天赚很多钱，但一有事儿就是人命关天，因为你是押运现金的车呀。儿子很危险，儿子越想也挺害怕，所以他拿我一张照片装到他内衣的这个口袋里头，随身装着，结果细节不讲了哈，他那个匪徒哈，连他给他开了7、8枪、10几枪，愣没打到他。但是他那几个押运的那几个同事都给打死了。哎呦，有个大案呐，那是已经都当时登了报的呀。对，番禺大劫案。就是人家啥事儿没有。你看。哎呀，那，然后妈妈就带着儿子就来给师傅磕头，就谢师傅，是吧？妈妈在那嚎啕大哭啊，那个手趴在地上拍地呀。所以要不然我没这个儿子了。可不呗，真是感恩师傅救命。因为他的同事被打死呀。对呀。这救命之恩呐。幸运吧哈。对。佛力加持。佛力加持，子弹来了都乱跑，对，就是打不着他。就是打不着。关键时候，就是子弹人家打的那个角度也打偏了，也紧张嘛哈。劫匪也紧张，他们也紧张。对。但是子弹打他的时候，就是那么巧就没打到他。就只能说，那种幸运中的巧合就产生了。真的。就是这样。后来这小子也不干，就是太危险了。对，太吓人了。他平时没事的时候就拿个猎枪里头装了1发子弹，还觉得他也挺羡慕哈，荷枪实弹的，很像英雄一样。这么一出事命就不保。对。真是恐怖啊！真是感恩师父的救命之恩。好的，那我们讲了这个车祸遇难成祥的故事，我们也送给师姐跟儿子送一份礼物。好。哎呀，这个跟这个儿子说，这个开车呀，一定要配上我们的吉祥护佑的法物啊！马来西亚的这个慧芳师姐哈，这样呢，我相信你们家还会买车哈，送你一尊哈，这个弥勒佛车挂。其实这个弥勒佛车挂呢，这个是琉璃制作的哈，其实可以挂在任何地方，床头上呀，对着迎着门的门口啊，挂在汽车上啊，都是可以的啊。挂在普通的包包上呢，就略显重了一点哈。对，所以很多地方是可以挂的，都能够是吉祥平安的哈。好，这个车挂呢送给你哈。还有呢，一个送给师姐呢，送慧芳师姐呢，一个青金石的一个手串哈。这个随身佩戴啊。祝福你如意吉祥哈，幸福快乐。感恩师父。这一说这个出入平安呢，我们这个网友一个劲儿的来分享哈，再给大家读一个处处吉祥。他说有一次开车回家，一路上就播着药师佛心咒，车上呢也有药师佛的车挂。突然有一只猫冲了出来，为了躲避猫，我马上往右转转方向盘。结果当下整辆车就失控了，然后就做了一个180度的 U turn
当时吓了我一跳，都来不及反应。突然有一股力量抓住我的方向盘，很用力的向右转，又向左转，来回左右转了4次，不是他自己转的哟，速度很快，但是把我的车转回到正确的方向。当车恢复在正确轨道之后，那股握着我方向盘的力量就松开了。最后我自己平安地开回了家，感恩师父，感恩佛菩萨，神奇，神奇吧？这个神奇，这个神奇，谁帮他开的车啊？对啦，好问题呀，咱们应该给这位网友哈，送个礼物哈。真的。哎，这个礼物咱们额外送哈，都是神秘礼物。前面你读的几个哈，现场留言的几位哈，都会得到神秘礼物，好吧？好的，感恩师父的加持。真好哈，真好。哎，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啊，对，我有点老了哈，但是记性本来就不好，让我想起来。有一年，应该是在1997年左右的时候，就在北京的冬天，那个冰天雪地的夜晚，是去到哪里去帮一个人，就离开北京市，去帮人，也是我自己开车，那大冬天呢，之前可能1、2个月前下的雪哈，那个到了那个郊外的路上哈，黑冰，全是不是黑冰？比你说的黑冰要实在多了，是真正的冰疙瘩路。冰疙瘩。我相信现在的中国哈，很多地方一下了雪之后，比如说铲雪车呀、撒盐呐，路上就没有了。当年哈，都是这个压的那个凹槽的，是你一照全反光，全是冰的，等于在冰的凹槽里开。是，多滑呀，多危险呐，结果呢，我觉得开得挺顺溜，开出城1个小时之后，车速就变慢哈，那个全那个冰滑的呀，说前面已经有个车把去路挡住了，一个大卡车，哎呦，如果我们不刹住车，就会撞上去。对呀，要不要刹车？一刹会往旁边打滑的。对，旁边可能深沟。对。这那没有办法呀，也得刹呀。对呀。所以就慢慢刹。就是说我实在因为不敢踩刹车，但是不踩就眼看就要撞上。也不行，对。这到最后1秒的时候，我就只能用力一踩，我的车呢就地，就好像一种非常超现代那个车，就地转了3圈，转了3圈半。比如说，我的车往那边走哈，往右方向走。对。一刹车转了3圈半之后，我的车头调转方向，往回走。车也停不下来。那但是就安全了。就在我后面。等于是原来在我屁股后面一辆吉普车。对。高的吉普车。冲着我这个方向开，他也刹不住车。结果那个，因为我看得很清楚。那个驾驶的人呢是个年轻小伙子，他咧着嘴笑，他转了几个圈又冲着他开回来，他觉得很好玩啊。我说：“哎呀，我其实遇事不是很慌的哈。”我说：“希望不要撞上有点麻烦。”好，结果车到最后一刹那停了下来。我们2个开车的人同时的都笑呵呵的跳下车，因为没听到咣当一声，没有听到。对。就我们2个车面对面，总觉得应该撞上去了，但是没听到声音，但是车停下来了。一看差多远呢？我们都迅速的跳下车，不约而同的。对。10公分。哇，天哪！哎呦。从此之后成了朋友。那可真是要成为朋友。很好玩，就是。哎呦。不是现在说好玩，当时也是多惊险啊！哎呀，所以这个汽车在这个行驶之中哈，什么样的路况都遇上。对，哎呀，这个交通事故哈，经常是在所难免的哈。真的是。所以在
奔驰在这个道路上，哎呀，这个行车安全成为当今第一重要的内容。是，是，以前都是什么遇到野兽啊、毒蛇呀，哈，对，现在反而不是了，反而是这个交通的安全。对，交通安全，没错。因为野兽都弄到公园去了，啊，都锁在笼子里头，没什么安全问题。只有人攻击它，它没法攻击人，对不对？现在车都成了4个轮的兽了，4个轮的野兽。对，哎，真是经常失控。对。好的，哎呀，我们网友们听到了哈，是，好的，师父，接下来又给大家就带来一个故事哈，这个也是就是好像命中注定，但是后来改了的啊，这个是来自于台湾的清婉，她分享的女儿走出忧郁症的经历。大家好，我是清婉，来自于台湾，非常感恩师父，现在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和女儿的真实经历。如果你的家人、孩子也正经历忧郁呢，那么希望我们家的经历能给你带来启发。我女儿现在25岁，她的忧郁症是16岁的时候发现的。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她的情绪不稳定，常常无缘无故的哭泣。后来就越来越严重，情绪经常崩溃，甚至有轻生的念头。作为一个母亲，我的心都碎了。后来呢，我带女儿去看精神科医生，医生说她有忧郁症和焦虑症。女儿从17岁开始就服用抗忧郁的药物。我也曾经去给女儿算过命，算命师告诉我，女儿在20多岁的时候会轻生，你说多吓人。我还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我女儿从高处坠落下来啊！那个时候我的人生简直到了谷底，除了痛苦就是灰暗。幸好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在菩提禅修学习了，开始明白功德的重要性。于是我不断地为女儿点灯祈福，求佛菩萨保佑她健康平安。就这样小心翼翼地过了几年，女儿的状态逐步稳定。2021年呢，也就是女儿21岁的时候，她突然告诉我要去千里之外的瑞典留学。她的心理状况还不稳定，每天还要吃药，而且那时候还是疫情期间嘛，我实在是不放心让她一个人去异国生活。但是她呢非常坚持，我最后只能含着眼泪送她出国。刚开始还好，她努力适应新环境。但是半年以后，他渐渐对自己选读的工程专业失去了兴趣，转而想去学自己喜欢的历史学。但是呢，查了历史系的这个申请条件以后呢，发现自己根本都不符合资格，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下子失去了求学的目标和方向。再加上那个时候她和男朋友又分手了，这就让她整个人崩溃了。不吃不睡不洗澡不上课，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我们视频通话的时候呢，他都不敢看我，他的眼神空洞，常常一边哭一边说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人生好像永远都做的是错误的决定，无论怎么努力都看不到结果。他甚至一次又一次地说，我看不到未来了，我没有希望了，我不想活了。我听着这些话，心像刀割一样难受，只能强忍着眼泪，不断的正面的鼓励他，寻求学校的帮助，或者尝试其他的路径。但是他完全听不进去，他就像困在一个黑洞里，反复陷入负面循环之中，走不出来。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每天求师父，求佛菩萨加持我的女儿。我从2022年4月份开始，就在菩提禅修学院网站上为女儿点灯，持续点了整整6个月，包括49天的安心神灯，49天的吉祥祈福光明灯，诸佛加持49天满愿祈福灯，还为她的冤亲债主点了49天的超荐灯。我还以女儿的名义在语树房赞助了师父的直播，为女儿做功德。在这6个月里，我开始觉察女儿的情绪有所好转，视频的时候她开始敢看我，说话呢也少了很多负面的字眼。到了2022年的11月，我又特别迎请了一个香炉，在家里也正式的设立了佛台，供奉着金色和蓝色的药师佛像，还供奉着师父的法照。
哎，这个佛台设立了没过几天，女儿突然跟我说：“妈，我想再试一次，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这一次讲话呀，她语气坚定，眼神清亮，完全不像之前那个迷茫痛苦的她。我又惊又喜又感恩，我知道是师父，是佛菩萨拉了她一把。女儿鼓起了勇气，申请了另一所大学的历史系，没想到学校居然愿意给她一个机会，但条件是必须先修3个月的哲学课程，而且考试成绩要达到6.2分以上，满分10分嘛，才能正式录取。对她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她从来没有学过哲学，要在3个月内学完整门课程，还要考高分，压力巨大。但她没有退缩，全力以赴。我这边也继续努力，为她不断的供灯祈福，塑文殊菩萨金身，还有莲花生大士金身。女儿考试那一天呢，我也在家里虔诚的念佛，祈求佛菩萨，祈求师父加持女儿考试顺利通过。结果她竟然考了9.2分，不仅顺利被录取，成绩还远超预期，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样的话呢，这个成绩也让孩子增添了自信心哈。那到了2023年9月，女儿正式进入了新的大学，从此她的人生仿佛开启了幸运模式。首先，她变得快乐了，她会兴奋地跟我分享学校的事情，自己学了什么新东西、新课程啊，参加了什么的活动啊，还去鸟类保护中心做义工啊，还认识了哪些有趣的同学呀。而且他还主动到超市找了一份兼职工作还能够挣钱补贴学费了。以前他也说过想去工作，但是从来没有动手去做过。这一次他不仅做了，还很体贴地对我说：“妈，这样的话你也可以轻松一点了哈。”女儿懂事了，哎呦，我听了她说呀，我这个幸福的眼泪都掉下来了。第二呢，让我更开心的是，医生给她开的抑郁的这个药的剂量也开始慢慢减少了。虽然学习跟生活也是压力重重，但是女儿不再有轻生的想法，她呢反而能够开始冷静的处理，积极的面对了。从工程转学到历史，这个转专业的跨度很大，但是她的成绩却一直都在平均线以上，还总能找到合适的实习机会，身边总有贵人帮忙。2024年的7月，她甚至成为全班唯一一个被选中参加英国暑假实习的大一学生。第三呢，女儿的穿着风格也变了，以前都是黑色呀、深蓝色呀、骷髅头的那种装饰呀，整个人也是暗淡无光。现在呢，穿粉色、紫色、橙色都是亮色系了，整个人显得青春有活力。到了今年2025年，她已经完全停用了抗忧郁的药，而且又幸福地谈恋爱了。回头我看看女儿走出这个忧郁症的历程，我内心充满了感恩，是师父，是佛菩萨的慈悲加持，还有供灯的巨大力量，一步步帮助我的女儿走出了忧郁，走出了绝望，变得阳光快乐，让她的人生有了希望。真诚的感恩师父，感恩佛菩萨。太好，这个不容易哈。是呢，好像真的是佛力加持改变了这女儿的一生。对，这个我觉得是挺真实的，就是从她16岁到现在25岁，整整9年呢哈。你说这个跟忧郁抗争的9年哈。对。这个女儿加上这个妈妈，都是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多难过呀哈。对，很艰难。很艰难。对。这母女俩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是的。你看她还在吃药。对。是吧？对。这精神类的这麻烦。麻烦。你有很多药是越吃越麻烦。是。对。对。而且就是中间，比如说有哪一步没走对，一下子又回到原来，对，甚至于更差，甚至于轻生，都是有可能的。很恐怖，很恐怖。当今这些青年人哈，精神的这个疾病挺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这个妈妈写字，我都能够感受到她心里的这个难过，这个煎熬哈。对，就是好在她跟师父学了，一路就是
祈求佛菩萨加持做功德供灯，他主要是靠供灯。对，他如果这个孩子到常常来学习，改变的一定会更好更快，很快很快。对啊，但是他自己没有来。对呀，他在北欧嘛，他跑到那儿去留学去了。对，就靠他妈遥距离的给他做功德。但是也是很有效，很有效。对，所以改变他这个命运的哈。对，他已经产生了这个效果了。对。所以你看，这如果从花钱投资多划算了。哎，对，这个就是救命之恩。对，因为他以前你想那个算命的也说过哈，可能还会轻生什么的，但到现在的话，已经医生就说你不用吃药了，这是医生说的啊，这不是咱说的，对不对？阳光健康了。哎，对啊，彻底脱离啊，这真好。供灯特别好，真是要讲给家里有忧郁症的这个亲人哈。供灯这个灯啊，就是照亮我们的身心，照亮我们的精神世界，还照亮我们的前程。对，就走一条光明正路啊，特别的好。就是把那个他身边的邪气呢给驱赶了，把那个黑暗、忧郁，这是光明快乐的。对，甚至让他能想到美好的人生未来。是，那个忧郁一下就减少。对，就像太阳一出来，把乌云给散掉一样。是，其实也是提醒这个有些忧郁的朋友哈，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一个忧郁症者。是。还有表面上不管他是多么的好看呐，多么阳光哈，但有的时候人生走背字的时候哈，有时候一下就把他打入地狱了。一下从一个阳光灿烂的人，就变成一个阴暗忧郁的人，就是这样。但是呢，如果有这种很好的助缘，甚至是内在的有神佛的这种提携加持哈，那他就应该说很容易从这种极为负面的忧郁状态，就得到吉祥的阳光灿烂。但是所以年轻遇到这种忧郁的这种打击是很常见。因为我就体会这个年轻人哈，你从18岁以后，你开始成为一个成年人了，你首先面对多少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成立家庭，要上大学，不是每个人智商都那么高，那么很容易考大学，对不对？你看也不容易。那么好不容易上了大学哈，找工作，还有很多人上了大学保不住大学，你不去好好读，在国外的这个大学的老师就有权利把你开除，都不用校长，老师就把你开除掉。所以真不好好学，真领不到毕业证。再接下来就是找对象、找工作，很多是工作很难找。你在国外找工作，找你这个人来做是真正的去干活，而不是磨洋工的就白拿一份薪水啊，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他在找一个员工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找工作难，找对象难，成家难，再接下来呢就是生活压力，从交房租，到买房更别提了。当你年轻人一般收入的根本买不起房，对吧？所以你看你年纪轻轻承受着这么多，那再接下来父母长辈越来越老，你还可能有责任去赡养，对不对？那你还有一个结婚生子的压力，养育孩子的压力。其实青年人为什么也容易精神卡住呢？这综合的压力其实挺多的，所以家长也没有办法说把你当一个几岁的小宝宝那样呵护你，对不对？你是成年人了，你就应该去能够有一个这种叫肩负的能力，去负担着你生活中各种压力，再把它拼搏出来，能够创造自己一个辉煌的人生。这都是家长立即转念就面对你一个刚刚成为成年人的这样一个期望。所以这些孩子们压力大，所以很容易出现这个精神的问题。所以有时候光靠我们自己的智力，光靠我们的说服能力远远不够。所以如果有神佛护佑，我相信这一切就变得容易很多了。所以这个孩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真的是。
好的，那我们也送给他跟女儿一份礼物吧。好啊，加持他哈，前途一片光明。好，送给这个台湾的清婉呢。看他娘俩分吧。是。我觉得这样的，这个绿松石的小项链哈，这个你看是这样的，它可以戴在脖子上，也可以缠在手腕上。是的，双用的哈。这个送给这小姑娘哈。这个送给她的妈妈呢，你看看，哎呀，真是漂亮啊！砗磲念珠，砗磲的念珠，纯白的啊，砗磲的念珠啊，保佑你呢，全家哈，这个有健康长寿、如意吉祥、佛光普照。希望这个孩子哈，将来能够顺心顺意啊，得到一个好的恋爱、好的家庭、好的工作，好吧？太好了，祝福你。收到，感恩师父。那佛力加持除了护佑我们吉祥平安以外，就是我们也是有很多网友们啊，他们也是给我们反馈说，就是他们有一些特别真切的心愿，那真诚祈请佛菩萨，然后也是心想事成。然后我们接下来有一个挺有趣的一个故事哈，来自温哥华的 Tina 网友，他给师父写的一封信。他说：“师父好，我是 Tina， 来自温哥华。10多年前，我们刚从台湾移民到加拿大不久，我儿子就刚上大学，没多久呢，就谈了一个女朋友，叫小张。小张是一位留学生，住在另外一个城市。儿子跟小张是中学同学，听说关系一直挺好的。这次呢，小张特别飞到我们家，说是想见到我的儿子，然后住了整整1星期。说实话，我第一次见到小张的时候，心里就特别别扭。这个女孩子不是不好看，那五官算清秀的，但就是看着不舒服。她有一个8字眉，脸色发黄，额头上还有一道很明显的疤，看起来说不出的不健康。我觉得我儿子其实长得挺好看，人还能干机灵，但我就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眼光去选这个女朋友。让我最难受的是，其实是小张那股冷冰冰的劲儿。他来到家里一句话也不说，连声阿姨好都没听见，进进出出不打招呼，更不笑脸迎人。我做了饭，儿子就端进房间，2个人关着门吃，门一关就是一整天，里头传出欢声笑语，我一个人在客厅听着反而更堵心。晚上呢，我看到儿子蹲在那儿给他打洗脚水，我真是又惊又气。我养了他20多年，从来就没有给我倒过一盆洗脚水。我憋不住了，拉着儿子问：小张额头的疤是怎么回事啊？儿子就说：他说那里长了一个疙瘩，要做手术把皮揭开。我当时就翻了个白眼说：你俩以后要是生小孩啊，不怕孩子也得把头皮揭开做手术吗？你这么聪明，长得又好看，怎么就看上他这样子的呢？结果啊，儿子非常小声地说：妈，你小点声啊，我就是喜欢小张，我们一开始感情就很好啊。我一听，这不是王八看绿豆吗？对上眼了吗？也没辙了，我气得不想多说，就想还是念佛吧，诚心诚意，从早念到晚，就盼着这2个人赶快分了，不然将来把这样的儿媳妇娶进门，我们家的日子可真不好过啊。反正我闲着也没事，就这样念了整整6天。没想到啊，就在小张准备回去的那天早上，我无意间看到儿子一个人在厨房偷偷地抹眼泪。我走过去问：你哭什么啊？儿子低声说：妈，他手机里跳出来一个讯息，有一个男的叫他亲爱的。原来那天早上小张突然肚子痛，冲进洗手间，手机一时就忘在床上了。平时小张手机是寸步不离的，但那一天就例外。结果呢，手机叮叮响个不停，儿子一看，荧幕上弹出一条讯息：亲爱的。这个头像还是他们共同认识的一个男同学。我心里那一刻还真的有点高兴。我跟儿子说：你别哭了，你真是傻呀，
他这个人品，你现在知道，比结婚后知道可强多了。今天就好好陪他吃顿饭，明天送他平安上飞机，咱也不闹，做个体面人。你这么优秀，下个女朋友肯定会更好的。”那儿子听了哈，就擦擦眼泪，点了点头。等送小张上飞机，他跟我说：“妈，我把他的联络方式全部拉黑了，今后再也不联系了。”回到家里，我赶紧在佛前上香，诚心的磕头说：“谢谢佛菩萨保佑，帮儿子赶走这个品行不良的女朋友。”后来啊，我又去了禅堂，跟着师父学佛，知道做母亲的除了管教孩子，更重要的是要给子孙做功德。我开始不断地给儿子点灯塑佛金身，祈愿儿子的事业顺利，多挣钱，找到一个善良懂事的儿媳妇。现在我儿子真的结婚了，媳妇我真的是打从心里非常满意，一口一个妈叫得好亲热，还经常给我买衣服买化妆品，什么都惦记着我。儿子工作了，会定期给我生活费，他也非常赞同，从来不拦着，还会说咱们以后多挣就多给点，妈也不容易，应该孝顺他。这孩子不光懂事善良，还特别聪明，现在在大学里当老师呢，还把我们家管得井井有条，真的是非常感恩佛菩萨护佑，感恩师父。这个故事好玩哈，是的人家一般念佛都是，求一个儿媳妇呀什么的。咱们这个缇娜师姐是念佛是为了把这个不好的、她看不惯的这个儿媳妇给念走。关键这个，换一个儿媳妇，换一个对合适的啊。关键这个结果真达到这愿望了，心想事成，念了6天就达到愿望了。好啊，就是很巧嘛。其实这个他为什么不喜欢这女孩子？女孩子首先面相上也不好哈，另外是这个心地不好。对，我就说没礼貌。但是我觉得这些不好，是怎么发现的，知道吗？就是最后这师姐就跟我说哈，我就使劲念佛。对，我晚上我觉也少，我就使劲念佛。对，希望佛呢把这个不懂事的这个姑娘呢，还让她走，是该到哪去哪去哈。对，别缠到我儿子这儿来。对，别进我们家。他说念了大概6天，几天之后，他儿子就发现这个姑娘手机讯息了。对，这样的，对不对？一开始儿子还挺这个事儿吧，得让他儿子得理解了，得动了这个心。对呀，而且发现了这姑娘另外一个秘密，对，对不对？对，儿子也烦了这姑娘才好谈嘛，对，才能换人家嘛，对，对不对？对，结果就来这几天就把他给换了。所以这个佛菩萨，你说多会做事哈，有理有据的把证据摆到儿子面前。对，肚子不舒服，都一着急，跑得快，光顾着上厕所了，结果手机呢就落在那儿看见了，真好哈。对，这就咚咚咚来了个信息，刚好就看见了。哎呀，真是，佛菩萨真智慧啊！真是啊，所以关键，另外那个男生来讯息来得也及时哈。对，那也是受了佛菩萨的启发安排。对，你快暴露吧，是，对，原形毕露吧。对，所以，这个小伙子呢，就觉得这姑娘有问题，开始讨厌他。对，最后把他换了。是，但是关键是后来的媳妇很懂事，又聪明又孝顺，还做大学老师，没错，是吧？知书达理，收入高哈。对，估计长相也不差哈。对，你看真好，真好。对，所以这就是有求必应啊。哎呀，十全十美啊。是的，心诚则灵。对，来，我们送给缇娜师姐一份礼物。好，送给缇娜师姐呢，这有儿子有媳妇了哈。你呢就开始安生的养老，这个长生不老翁哈。哎呦，收到。送你一个呢，咱菩提的养生的普洱茶哈。越喝越长寿。帮助消化，降三高，身体好啊。是。对，还能调整消化系统啊。对。
还有一套茶具，还有这个对这个青瓷茶具一套哈，哎，这个做的非常考究啊。是的，反正喝了就长寿啊。祝福缇娜师姐呢健康长寿，收到，福如东海，收到。你的儿子和媳妇呢哈幸福美满，收到，感恩师父，太好的加持了。那还有一个故事呢，是来自于美国硅谷的 Kelly 啊。失业的先生找到好工作的故事。师父好，我是美国硅谷禅堂的 Kelly， 我的先生是一名软件工程师，也是我们一家4口的经济支柱。2023年底呢，我和先生做了同样的梦，梦到我们俩开车冲下悬崖。当时我们觉得这个梦不吉祥啊，然后我们就决定都不开车做长途旅行。然而等事情真正发生了，我们才明白，原来这个梦预示着我家即将陷入困境。到2023年的年底，他先生呢就被公司裁员了，失业了。这一段时间呢，很多公司都在裁员，大家都在找工作。出来一个职位呢，就有100多个人竞争。我先生已经50多岁了，这个年龄在 IT 行业已经是岁数偏大了，而且在市场不景气的背景下找工作谈何容易呀！投出去的简历得到回复的很少，面试的机会寥寥无几。这样经过了1整年，巨大的经济压力，日复一日的无奈的等待，希望一次次的破灭，先生变得越来越忧郁越消沉。我心里非常的焦急，除了为他供灯祈福，自己和家人也尽量在禅堂多做志工，希望佛菩萨能够给他一个好工作。2025年的2月份，先生失业1年多以后呢，我来到了加拿大温哥华上师父亲授的课程。我的心里默默祈请师父加持我的先生走出低谷。出发前几天，先生和一家大公司刚好有过面试，但是他自己感觉没有发挥好，也没有抱什么希望。在等消息的这段时间呢，我正好到了温哥华嘛，我就为他塑了文殊菩萨金身，而且每天早上和晚上都去到文殊菩萨的像前，认认真真的礼拜，祈请文殊菩萨加持护佑先生早日找到工作，走出焦虑忧郁的困境。说实话，我以前真的从来没有这么真诚的祈请过。幸运的是，有一天下课之后呢，师父为求助者做加持的时候呢，师父向我们这些听众说，如果谁有亲人需要加持，你们就找出手机里边的照片，举起来面对着我，我来为他们加持。我那个时候真诚的就把手机举得高高的，让先生的照片面对着师父，我心里想着找到工作，找到工作，找到工作。几天之后，我的先生来短信了，告诉我那家大公司给他录取通知了，他自己都没想到，本来面试是没发挥好嘛，这真是一个大大的好消息呀！压在我们头顶上1年多的乌云终于散开了。过了几天呢，又有另外一家大公司也来找他面试，经过了几轮的面试之后，也给了他工作录取的通知，待遇还比上一个更好。哇，这是时来运转了吗？我们都没想到他还能拿到这么好的工作机会，太感恩了。现在我们一家大小开开心心，回想这1年多先生的失业经历，我非常感恩师父教给我们通过供灯、念佛、做义工、做功德来摆脱困境。尤其呢，是我来亲见师父，得到师父当面的大加持，获得了吉祥。再一次感恩师父，感恩佛菩萨的加持护佑。这太吉祥了，这个故事啊！对，因为这个事情我们都认得，都见过哈，也知道真的是这个1年多呀，这家里没有收入啊，太困难了，他当时太焦虑了。哎呦，这1年多的过得真是暗无天日的日子呀，对。但是这个师姐她是很坚定没有动摇她去做功德这个修行帮人的这个决心，对，她一直都是这样坚持去做的。对，
那尤其是今年2月份来见了师傅之后哈，然后他那种急切的心情，对，即使是远远的哈，对，刚一开始其实直播一开始师傅就说嘛，师傅也会说给大家在手机上的那些家人的照片做加持，他就是其中之一。哇，当时这样举起来，哎呦，心里非常虔诚的希望得到师傅的加持。就虽然这样远远的，可是师傅真的就是看一眼一个意念他就收到了，加持到了。我开班嘛，所以还是有机会和更多的学员同修呢聊天哈。对，也有机会给大家加持啊，是咨询啦。对，也是我觉得我也挺开心的，能够这样直白的帮到人哈。对。但是在美国硅谷来说，这是个神奇的宝地哈。对。这个就是世界几大这个与网络相关的这样的高科技公司，都在硅谷，那有他那个主公司都在那里，是，尤其像比较知名的谷歌呀，还有苹果，还有这个脸书啊，那些好多，对，就是但是呢，他们这个行业哈，就是36岁算长辈了，对，50多都是爷爷级的了，就像过去早婚一样哈，36岁算老人，有50多岁，应该已经退了好几回休了都。是。那找这个与这种电脑工程师这类的工作，太难了，谁要你啊？他那里就可以直接上博物馆就完了，找不到工作的。是，而且现在又更难找了，它的市场不好嘛。没错，对，因为这个行业的原因嘛，就是他这个更新的，首先这帮是在学校的更新，学校学的更新的技术，所以你在20年前学的那种网络技术，到现在根本就没有用，你凭什么能找上工作呀？是啊，就是这样。你读了是一个，我知道的至少在硅谷哈，我光知道的就10几个，都是年龄大了找不上工作，完了之后来做工作干嘛了，找上了。我们上一次直播就分享了一个，对，也是。对，昨天在这见咱们在开班嘛，3个硅谷来的，感谢你师傅是，我他们年龄都有点大。对，这个女生都50多岁，你看她老公呢，再比她大几岁，有的可能和我一样60岁了，人家还找上工作，不但找上工作，还选择更好的公司进去。你说，就是他就觉得真是奇迹，感谢，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我这个佛法太无边了，真是不可思议，就是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对，所以你这老头子了，怎么在硅谷还能找上工作啊？对呀，又不是扫街。对呀，对不对？在硅谷扫街都找不着工作，那都是现在机器人在扫。所以的话，在那里你这年龄找啥工作呀？对，这个凯利他先生还大公司，数1数2的大公司，对，还是做的这种电子工程师，还是管理级的工作，哎呦，不得了的好，那这工资极高呀。是的，所以这是老天赐福给你哈，真是挡不住啊！真的，好事就来了。对，所以也是跟网友们说，真是如果能够有机会能够亲见师父哈，当面哈，哎呀去祈请去呢，这样的加持不一样。因为这个佛菩萨哈，都是给我们加持的，但是感觉挺遥远，然后也不会亲口给我们讲话呀，亲口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给予指导啊。可是我们的师父会哎呀，亲自的指导，真是一个。我的指导还只能用嘴啊，那只能说话呀，就是现场要聊天了，不一样啊，而且你还要亲切呀，真是，还得给你解决问题，还安慰呀，还给指出路啊，就尽量找出路，真的。因为你听到人家为难那个事儿吧，我相信任何人如果有方法都乐意帮助他，是就是但是什么样的难事儿都有，哎呦，就这个凯利，他当时来上这个班的时候，早上6点钟，师傅就在禅堂里就开始为大家就排忧解难，各种人排大队哦，到晚上9点钟还在这儿，还在讲，哎呦，帮了多少人啊！因为我的精力还比较充沛，所以一大早4点多就醒来，最多6点钟到禅堂，真是。来了人呢，其实我想干活，结果来了人就来问事儿。我就回答，就是这样，
对，师傅就天天都在帮人。对，所以这次也是，你看上次帮的人就每一次都是这样了，帮过的人再回来见师傅，就给师傅报喜讯啊，太多了，那我们听了也是很欢喜，哎呀，真是。对，再回来的几乎都是喜讯。都是报喜讯，而且我们听都是不可思议的喜讯。对，那个温哥华还有一个老外的那个西人的那个师姐也是嘛，也是50多岁，她是那个 IT 的总管，那么高级的职位，然后被辞职了，那上哪儿找啊？根本也是找，也是1年多嘛，师傅指导她，然后现在就也是前2天报喜，哦，现在已经工作了，3月底正式工作嘛，哈，已经工作了，又是高管，对，去了就做干部，好的不得了。而且到新兴的加拿大一流企业，对，然后再回来给师傅报喜的时候，那个嘴呀，那简直咧到耳朵根儿啊，开心呐！对，他也知道就是师父佛菩萨给他的，不然就是靠人力这太难了。对，真是这种太多了啊，真好，真好，然后师姐就是她除了求师父以外，她每一天她也是就是在我们的那个禅修学院文殊菩萨像前，非常真诚的祈请，对啊，就是这先生能找到工作，还做了塑文殊菩萨精神，对，所以他也很知道，因为他要面试嘛，他要去通过这些面试才能得到一份工作，所以他需要智慧啊，需要文殊菩萨智慧的加持啊，所以不光是学生需要哈，我们这成年人也需要，对，太需要了，人生方方面面都需要智慧，找工作呀，转运气呀，真是都是需要智慧的，智慧的大加持。所以我们你看我们这个前面供奉的这一尊文殊菩萨的这个金色的菩萨像哈，非常的庄严非常的慈悲哈，手中的慧剑斩断一切烦恼。然后另外一只手又有经书哈，经书的加持非常的智慧通达。这尊这文殊菩萨像就是大概20公分高，就是供在家里啊，供在书房里书桌上，对，给孩子读书啊，开智慧呀，考学呀，找工作呀，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还有我们成年人也是，你说做经营的做管理的，经常也是没智慧，怎么办？每天面临了很多的决定，怎么样才能做出智慧的决定，也是需要佛菩萨的加持的。这个再提醒一下大家哈，像这个孩子要升学考学呀，对还有成年人考各种执照啊，对，各种的那种学历啊，那种公务员呐，对，那你要礼拜的呢，最好就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智慧第一，他也是东方极乐世界，就是药师佛是极乐世界的第1位古佛，是后头的佛菩萨的最原始的老师，是这样，所以就世界在佛界来说，他是智慧第一的佛。所以呢，我们为了如果想开智慧的话，就供奉礼拜供养文殊菩萨啊，尤其是就是现在是这个浴佛季哈，我们要给自己给家人多做功德。今天听了这个不可思议的佛力加持的这么多的故事哈，更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启发。这是一个好的做功德的机会时机啊。那还有一个呢，目前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就是我们在菩提禅修学院网站上哈，这一些老客户们，只要你在过去的1年中曾经消费达到一定金额的哈，成为我们优质客户的这一些客户们哈，那么你在做任何的功德，迎请佛菩萨的像吉祥法物还有点灯做功德等等哈，都会享受75折的优惠，因为你的账户中已经有了菩提奖金这个关于这个优质客户的整个这一套呢，我们昨天4月11号的直播有非常详细的讲解哈，希望我们新老网友都去认真的再去看一下，然后也了解自己的福利，也把这么好的一个优待的福利呢推荐给新的网友。我们先给刚才找工作这位 Kelly 哈，Kelly 的先生送一份礼物吧。好的，加持他。好。
哎，这个特别好哈。哎，你看，这是和田玉自然形状的小和田玉哈做的这个小手串哈。哎，这个应该是给先生吧哈。是非常好。玉户人。对，看这个，香可看这是啥？这是绿松石吗？绿松石的一个挂坠哈，真漂亮。正是这2个颜色正好符合今年的吉祥色哈。对，蓝绿白的。对，这样的话呢，就保佑你们俩呢健康长寿，收到，事事如意顺心，收到。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好，那昨天呢，你们2个给大家介绍了哈，我们这个对我们优质客户的一个宏观奖励的这样一个想法哈。是的，并且现在就立刻就已经实现。对，那里面如果有的奖金呢，就真的在里面花，对，而不是虚拟的不能用哈，是能用的。是的，对。对我们很多网友看到了哈，也要非常感恩师父，然后都在给我们报喜的说，哎呀，我有这么多菩提奖金呐，哎呀，好富贵呀！是，然后还有师父送的特殊礼品，对，大家都特别喜欢。是的，像刚入门进来的，我们几乎是买1送1，对，你花100，我送100，对，就是这样哈。刚入门的这个新客户哈，只要你注册了客户，然后在第一单的消费达到$100呢，马上就可以得到$100的菩提奖金。就是买100送100哦。对天下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优惠了。是。对，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来到菩提学院呢，就是如果有喜欢的这些物品法物。如果能给你带来吉祥护佑的话，或者有一些做一些功德哈，对，希望给你更多的鼓励，对所以我们不是以赚钱为目的，就希望能够对于大家有所帮助，是的，这样的话呢，给你更多的奖励鼓励，对，那你来呢，虽然有一点消费，但是让你消费得很开心，是，很快乐，是的，这只是第一步的哈，感恩师父，到每一个层面呢，都会有这么多的奖励，但是我相信我们还有第2步、第3步的一些奖励措施哈，会在不同的时期会推出，太好了，非常期待啊，就是让大家得到更多的好处。感恩师父。对，那很多网友呢，总是希望说能够配合我们，让我们这个网络的弘法做得更好。是的。其实你第一步呢，就是有个网络技巧。其实这个香可也值得讲哈，但是你可能今天没有准备。但是我知道呢，我听有一个 YouTuber 在讲东西的时候说，你喜欢我的视频，那你就应该先是点赞、分享，就是大家点赞之后就会。你的点赞人多呢，就会 YouTube 这公司呢就会让更多的人来看到它。对。如果你听了这个课没人点这个赞，他觉得可能不受欢迎，他就不推荐。点赞人多，这个公司就往外推荐，让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人受益。是。所以先是点赞，然后之后订阅，才是订阅、分享。这样的话，让更多的人听到、看到、知道，让他们受益。是，就你顺便只要动手指头，就能协助一起利益众生，这是多好的事啊！是，来，我们的网友们现在来，我们现在就做对，先是来那个点赞、订阅、点赞，你说是哪个符号啊？我觉得是那个，就是那个大拇指，就是每一个视频，就是有个拇指，对，不能点向下的，是点指头向上的，那个是点那个哈，对，而且就点一次对。要是订阅的话呢，是在我们直播内容的右下角那个下头，有个黑色的那个底下有个订阅是，点订阅。然后也是可以到就是我们主频道那边，就是金菩提宗师的这个主频道这边也是能够找到这个订阅的按钮。来，我们那个大屏幕来给一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订阅的好处呢，就是说我们每次有最新的直播啊，或者是最新的师父最新的开示，那你那个如果有订阅的话 ，YouTube 就会给你发通知，那你就不会错过这些好消息，还有错过学习就是师父最新的开示。刚刚就是屏幕上有显示那个，可以回去那个主频道吗？
回到主频道的那一块，对，主频道的那个页面上，然后没有订阅的网友，你会看到有个订阅的按钮。因为这些平台都是它有内部的这个 AI 的技术哈去算，所以我们分享的越多，点赞的越多哈，包括订阅的越多，订阅的越多，对，它就会帮你推送给更多的人，对对，好。那这一边就是你看，你到我们主频道最上方，你就会看到 subscribe。那如果你是中文界面的话，就是订阅啊。那你按一次了之后呢，就是很容易的，就按一次就是会，对，显示能够订阅。呀，好的。是我其实非常盼望的哈，也不是佛力的加持哈，众神的呵护，我就希望。如果你能够看到我们讲这些故事，啊，我就希望你的所有的疾病就消除哈。现在我的手呢在对着你，希望能给你带来加持，消除一切病痛。消除一切病痛，消除一切麻烦、灾难、痛苦、障碍，消除一切障碍，消除一切病痛。一切邪气、鬼气、阴气离开，借伟大的、不可思议的佛光普照、佛力加持，让所有在这里观看这个视频的朋友们都能实现心中一个美好的愿望，只要不是非常过分的愿望，希望都能实现，在3个月以内都能实现。希望你智慧大开，从今天起，你换了一个智慧的头脑，得到药师佛，得到文殊菩萨的大加持，把我们那个愚钝的大脑换成金刚石的飞速运转的大脑，智慧无边，解决好所有的问题。在1个月以内，至少消除我们其中一个你希望改正的毛病，或者你没有想到的一个坏毛病，在1个月以内消除至少一个坏毛病。希望找工作的朋友，在1个月以内能找到你满意的工作。但是我提醒找工作的朋友，你不能挑三拣四，好吧？你太挑剔的话，那也不行哈。佛给了你机会工作，但是你太挑剔也不行，好吧？你真想工作赚钱吃饭的话，就不要太挑剔。1个月以内一定能找到满意的工作。好了，今天的祝福加持就到这儿哈。感恩师父。后面还有问题吗？好，我在这边就是给网友们再介绍一下哈。现在菩提禅修学院上已经开启了我们浴佛节的祈福功德项目。
对，就是一开场也讲，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浴佛季了，那这是非常吉祥殊胜的时刻，因为就是佛祖的圣诞那在这时候呢，真诚供佛许愿，那就特别容易愿望成真，心想事成。那非常感恩师父在学院上今年给我们开了2个项目，那第一个是佛前一朵花，那佛前一朵花，美貌人人夸。所以就是佛前供花有其实很多好处，其中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相貌如花似玉，端庄美丽，人生如意吉祥。那今年我们这个佛前一朵花项目，师父特别慈悲，就是一朵花只需要8块钱美金，所以就是特别适合新人去给新人结缘。那就是做这份小小的功德，大大的受益，那就是也是很好的度人的一个平台，所以非常建议大家就可以分享给你们身边的亲朋好友去做这一份功德。香可啊，我去供花的时候呢，我发现今年这个网站上哈，这个供花之后，我能看到那种效果你现在要不要剧透，还是要保留呢？我们可以是吧？好，那我们给网友们看看哈，你那个供花之后，当你成功就是完成结账之后呢，会出现这个小动画，我们先给大家看看哈。好。就点击开始供花，这里出现一个小花，哇，好美哦！然后一片花海。你看那个佛啊，慈悲的、欢喜的看着我佛光护佑，心想事成。所以所有供花的网友们，在你们供完花之后，有这个小小的福利，可以看到这个动画。我就感觉我真诚的供的那一朵花，佛真的收到了，是微笑的看着我呢，真的很好。非常感恩师父。那除了这个佛前供花呢，我们还有佛前供灯的项目。我们给大家看这个页面。所以今年佛前供灯呢，就是有6种不同的灯种，那每一个灯种都对应着不同的心愿。那网友们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去选择相应你需要的灯种。好，那供花和供灯呢，就会从订单日开始，一直供到5月6日圆满。所以早一点做这份功德呢，早一点得到这份吉祥的护佑非常感恩师父。哇，太好了，太好了哈！还有我们很多网友今天也在留言说我也是优质客户哈。好，那优质客户具体有什么样的福利？然后还有怎么样去升级然后怎么去领取礼物等等哈。我们去看一下4月11号昨天我们的直播都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包括我们还有新推出了3个网络课程那所有的优质客户呢都会拿到了免费的网络课程的优惠券。对，上课。对，我们学了这么多的道理哈，我们跟着师父一起修行，一起念佛然后是最受益的。那我们已经受益的这些老网友呢，也把这个网络课程推荐给我们的新朋友，非常适合新朋友学习，每天只有1到2个小时然后跟着师父得到师父的加持，去学习念佛，积累功德自己会非常非常受益的那其中呢，这个最美的礼物念佛班是7天的课程与佛同行念佛班也是7天的课程，清净光明念佛班是12天的课程。对，这里呢就是网络课程对，我是非常提醒这一点，这是网络课程。对，都是我带的课。是的，你呢就能够在你的家乡，通过电脑网络就可以参加课程了。是的，非常的方便，很方便。对。好的，那今天我们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好消息就到这儿了哈。那除了这些刚才讲的这些功德之外呢，语树房平台呢也是一个做功德的平台在那里边做赞助呢，可以去支持师父以及菩提禅修机构的网络弘法事业对。那我们这些年以来也有很多很多网友给我们做了赞助也想请师父为这些赞助者网友们做一个加持。好，
祝福给语数房支持我们做网络弘法的朋友呢。我喝口水啊。祝福所有呢发心赞助支持我们的网络弘法工作和事业的朋友呢，给一份非常巨大的祝福。佛陀菩萨护佑你们如意吉祥，寿比南山，事事顺心，富贵无比，得身心大自在。感谢感谢，感恩师父，感恩师父。那我也预告一下我们下次直播的时间，就是亚洲台北2025年4月20号，早上9点。那北美温哥华时间呢是4月19号晚上6点，到时候再见面。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次直播时间再见。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只会来